儿子拿到名校奖学金，满心欢喜跑来与我分享。在陪他去买新电脑当作奖励的途中，一个持刀歹徒突然冲向我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儿子挺身而出，挡在我身前。我毫发无损，儿子却身中数刀，倒在血泊中，被紧急送往医院。丈夫红着眼眶对我说：“老婆，医生说儿子情况危急，只有你这个外科专家能做这手术。”公公也带着哭腔祈求：“杨洋是为了保护你才受伤的，你一定要救他呀！”婆婆更是身体颤抖得厉害，几乎要给我跪下，求我务必救好儿子。我冷漠地伸出手，展示着手腕上浅浅的划伤。抱歉，我手受伤了，没法做手术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。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杨洋拿到奖学金，兴奋得很，东西都没收拾，就跑来告诉你这个好消息。出门时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重伤进抢救室了呀？婆婆匆忙赶到医院，满脸疑惑与焦急地质问我。我坐在病房外的椅子上，平静回应：她确实是拿着奖学金来公司找我了。还说想跟我一起吃大餐庆祝。我们刚到餐厅门口，那个歹徒就朝我冲过来了。杨洋为了救我，用力将我推开。我没事，他却被刺成了重伤。听完我的讲述，婆婆立刻泪流满面，泣不成声。公公也沉重地叹了口气，这孩子从小就孝顺勇敢，生死关头他把你的安危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。丈夫陈宇虽然悲痛万分，但仍努力安慰我：“老婆，你也别太自责了。杨洋一直跟你最亲近，他这么做就是希望你能平平安安。只要你没事，他肯定也能熬过这一关。”陈宇的声音依旧温和，眼中的关切真挚而深切。公公闻言也跟着点头道：“是啊，慧珍，杨洋一直跟你最亲，你要振作起来，别让杨洋担心。”婆婆更是自责地捶打着自己的胸口：“都怪我，我就应该跟杨洋一起的。要是我在现场，我就算拼了这条老命，也不会让你们俩出事啊。”尽管儿子是他们的心头肉，尽管他们都清楚儿子是因我才生死未卜，可他们三人还是强抑内心的哀伤，极力安慰我，不给我施加丝毫压力。看着他们三人饱含关切的目光，我没有说话。抢救期间，一张又一张病危通知书不断传来，儿子的状况极为严峻。在众人的焦急等待中，主治医生神色凝重地从手术室走出来，径直走向我，急切说道：“林主任，病人的情况非常危险，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了。您是外科专家，只有您亲自操刀，病人才有一线生机。”听到这话，公公立刻对我哭诉道：“慧珍，杨洋可是为了救你才受伤的，你千万不能让他有事啊！”婆婆也抹着眼泪，颤抖着声音附和：“是啊，慧珍，杨洋还这么年轻，还有大好前程，你一定要救救他呀！”陈宇也满脸恳切地望着我：“老婆，杨洋的命就交给你了。”他们三人都将希望寄托在我身上，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担忧和祈求，但我却冷漠地伸出手，露出手腕上那浅浅的划伤，淡然开口：“不好意思，我手受伤了，不方便做手术。”我毫不犹豫地拒绝，让所有人都愣住了。主治医生更是满脸困惑：“林主任，这就一点小划伤而已，根本不影响手术的。病人现在情况万分紧急，每耽误1分钟，对他来说都是致命的。”听了这话，婆婆急得眼泪狂飙，对着我哀求道：“慧珍，医生都说你这个伤不碍事，杨洋的情况耽搁不起啊，你快去救他吧。”公公也红着眼眶对我说：“慧珍，
杨洋可是你的亲生儿子呀，他为了你，连自己的命都不顾了。你难道要眼睁睁看着他死在手术台上吗？陈宇则是担忧地看着我。慧珍，你是不是还有其他地方也受伤了？说罢，陈宇还绕着我仔细查看，似乎认定我有难言之隐。我却无动于衷，冷淡道：不用看了，因为杨洋救我救得及时，我身上好好的。闻言，陈宇顿时激动起来。那你为什么不救杨洋？你知不知道他有多懂事，多爱你？他拿到奖学金，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妈妈看到了肯定会很骄傲，所以他迫不及待就来找你了。他为了救你命悬一线，你现在却对他见死不救。向来温和的陈宇此刻也忍不住怒火中烧。婆婆也皱起眉头，不解地对我说：慧珍，在杨洋心里，你可是他最重要最敬佩的人啊。他努力学习拿奖学金，就是想让你开心。他这么拼命保护你，你怎么能在关键时刻抛弃他呢？公公更是悲痛欲绝，对我哭求：是啊，要是杨洋知道自己一直视为榜样的母亲对他的生死不管不顾，他该有多绝望啊！我看着眼前痛心疾首的三人，一本正经地回应道：医院有规定，不能给直系亲属做手术，我不能违反医院规定，这个手术我做不了。话落，我不等他们再有更多反应，直接起身离开。林主任，难道医院的规定比你儿子的命还重要吗？要是连你都不出手，那病患真的就没救了呀！主治医生在我身后焦急呼喊，试图挽留我，但我仍不管不顾，决然离去。刚走到医院门口，公公婆婆和陈宇都追了上来。婆婆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，哀求道：慧珍，我求求你了，你不能走啊！你走了，杨洋就没救了呀！婆婆当众向我下跪，这一举动瞬间吸引了周围的人。那不是外科专家林主任吗？这什么情况啊？听说是林主任的儿子为了救他被歹徒刺伤了，林主任见死不救，家里人正在求他呢。听到事情的缘由，在场的人顿时义愤填膺，真没想到这林主任平常对病人挺负责的，对自己的儿子竟然这么冷酷，估计以前就是做样子吧。对自己的儿子都这么狠心，对病人会有真情吗？就是，哪有当妈的会对自己孩子见死不救啊？这跟恶魔有什么区别？虎毒还不食子呢，可惜了他儿子这么孝顺勇敢，竟然用自己的命拼死救下了一个狠心妈。众人骂得唾沫横飞，全把我当成了十恶不赦的坏人，就连以前受过我救治、对我敬重有加的病人和家属，也向我投来了鄙夷和厌恶的目光。在众人的议论声中，公公抹着眼泪对我苦口婆心地说道：慧珍，我不相信你真是这种冷漠无情的人。当年你生杨洋时难产，差点丢了性命，却还一直叮嘱医生保小。你说这孩子比你的命都重要，只要他能活，你怎样都行。杨洋可是你用命换来的孩子啊，你绝对不会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他因你而死的，对不对？公公老泪纵横，望向我的眼神满是哀求与期待，但我仍不为所动，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，一言不发。陈宇见我无动于衷，急得声调都变高了：林慧珍，手术室里躺着的可是用命护着你的亲生儿子啊，你真要这么绝情？我看着他们，严肃认真道：我真的无能为力。我再次斩钉截铁地拒绝，让陈宇和公公婆婆眼中的期待瞬间破灭。现场围观者的情绪彻底被点燃，一个个对着我发出最恶毒的谩骂和诅咒。有些人还拿出手机对着我拍视频、开直播，
对着广大网友控诉我的种种恶行。一时间，各大直播间都在声讨我救不救儿子，成了全网实时讨论的热点话题。他要想救自己儿子，早就救了，还会等到现在？就是看他这一脸淡漠的样子，就知道肯定是个没人性的东西。要不是看直播，我都难以想象，这世上竟然真有这种当妈的。儿子为了救他都快死了，他还在这跟个没事人一样，看着都让人恶心。全网都充斥着对我的谩骂，围观群众更是愤怒地往我身上扔果皮和纸屑。我仿佛待宰的羔羊，站在一堆垃圾中受尽辱骂。陈宇的情绪也被推到了顶点，他看向我的目光再无之前的温柔与疼爱，只剩无尽愤怒。林慧珍，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救不救杨洋？陈宇怒了，那通红的双眼好似随时要喷发，但我依旧平静如初，义正辞严道：我不会为了个人感情毁掉自己的职业生涯。啪！话音刚落，陈宇忍无可忍，一巴掌狠狠扇在我脸上。所以你所谓的职业生涯，比你亲生儿子的命都重要。林慧珍，我不可能眼睁睁看着杨洋死在手术室。今天你必须救杨洋，要是杨洋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就让你给他陪葬。说着，陈宇粗暴地拽着我往医院手术室拉，公公婆婆紧跟其后。现场群众一边拍手称快，一边带着直播镜头实时跟随。直播弹幕见陈宇终于强硬起来，纷纷直呼过瘾，整个现场的氛围都沸腾起来。然而，当陈宇拽着我来到手术室门口时，手术室大门突然打开了，主治医生从里面走了出来，沉痛叹息道：病人抢救无效，已经去世了。在所有人惊愕的注视中，儿子的遗体被推了出来，陈宇和公公同时扑了上去，悲痛大哭，婆婆更是哇地吐出一大口鲜血，突然倒地。而我默默掏出手机，拨打了报警电话。你好，我要报警，我儿子被人害死了。还不等电话那头回话，陈宇便冲过来，狠狠拍掉我手机，咬牙切齿道：林慧珍，你还有脸报警？儿子被你害死了，我妈也被你气吐血了，这下你满意了？陈宇额帽青筋，声音洪亮，看向我的眼神充斥着前所未有的愤怒。公公一边扶起虚弱的婆婆，一边愤恨流泪，颤抖着声音开口：林慧珍，这么多年，我们的真心怎么就错付在了你这个没心没肺的东西身上啊？我们一家人哪里对不起你？你要这样对我们，好好的家全被你给毁了呀！公公的话语中满是真心被辜负的哀伤和浓浓的懊悔，仿佛有我这个儿媳妇是他这辈子最大的耻辱。看着陈宇和公公那一脸愤慨的模样，现场观众也纷纷被带动。这贱人害死了自己的儿子，还有脸报警？难不成他是要报警抓自己吗？像他这种没心没肺的东西，怎么可能有这觉悟？恶心死了！为什么死的不是他呀？众人义愤填膺，对我疯狂怒骂，直播弹幕更是快速滚动，一个个怒斥我不是人，诅咒我不得好死。在万众辱骂中，我的照片被全网传播，被 P 成黑白遗照，被写上最恶毒的咒骂。儿子的死让所有人都对我充满了敌意，都巴不得我立刻消失，而我则在大家愤恨的目光中看向哭红了眼的陈宇和公婆，忍不住冷笑出声。见状，陈宇眉头紧皱，强忍心头怒火，低沉开口：你笑什么？儿子都死了，你还笑得出来？婆婆也在缓了一会儿之后，看着我虚弱地说：造孽啊！我的杨洋怎么就摊上了你这样冷酷无情的妈？我们一家人
怎么就遇上了你这个丧良心的儿媳妇啊？自己儿子都死了，你这个当妈的竟然还笑得出来。婆婆痛心疾首，为杨洋叫屈，也为他们错付的真心而感到失望。看着他那一脸心寒而又愤慨的模样，我笑了。别装了。闻言，陈宇更气愤了。装？他指着儿子的遗体，愤恨道：杨洋的遗体就在你面前，他为了救你，被你害死了。你不为他流一滴眼泪，反而觉得我们的伤心是在跟你装。林慧珍，你就是个丧心病狂的恶魔，你根本就不配拥有杨洋这么好的儿子。陈宇痛苦地咆哮，引发了所有围观者的共鸣，大家都不再沉默，开始声嘶力竭地辱骂我。直播弹幕更是毫不留情，对我释放最深的恶意。望着那一双双恨不得将我碎尸万段的眼睛，我嘴角上扬，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震惊的举动。在全场人的注视下，我扬起手，一巴掌狠狠扇在了陈宇的脸上。啪！这干脆响亮的一巴掌，让刚嘈杂起来的现场瞬间恢复死寂。现场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，显然所有人都没想到，我这个遭万人唾弃的罪魁祸首，竟还敢先发制人，当众打陈宇。你还有脸打我？陈宇本人也彻底懵了，他捂着脸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我。我面不改色道：陈宇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教训我？现场众人都被我惊呆了，直播弹幕更是疯狂滚动。我靠，这女人也太嚣张了吧！就是把自己儿子活活害死了，她还有脸打人，我真的要被她气死了。希望老天有眼，能让她马上遭报应，重新做人。陈宇缓了好一会儿，才不解地开口：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冷声道：什么意思？陈宇，你们对得起我吗？陈宇不假思索道：我们有什么对不起你的？这么多年，我对你言听计从，从未跟你说过一句重话。我爸妈更是对你视如己出，处处迁就你，包容你。你生病时卧床不起，我妈每天变招法儿给你熬汤煮粥，精心照顾你。我爸也为了你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你喜欢什么花，他就一束一束买回来插在花瓶里，就是为了让你心情能舒畅点。你倒是说说，我们一家人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？陈宇字字泣血，声声含泪，一番委屈诉苦，引得围观群众动容不已，一个个对我破口大骂。这女人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！这一家人对她这么好，她还在这倒打一耙，怪别人对不起她，就是自己享尽了福，做尽了坏事，还怪他们一家人没替她隐瞒罪行吗？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自己坏事做尽，还妄想能瞒天过海，就是这么孝顺懂事的儿子被他害死了，他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一来就怪别人。你还是人吗？太恶心了！他儿子就该让他尝尝被刀刺的滋味。直播弹幕也纷纷斥责我不是东西。我无视众人辱骂，对着陈宇深深道：我们结婚多年，你说你想照顾儿子，我就独自在外辛苦工作，给你们创造良好的生活条件。你说你不放心自己父母在老家，我就把他们接过来了。这么多年，我竭尽全力，毫无保留为你们付出，让你们一家人衣食无忧，健康快乐。可是你们呢？你们是怎么对我的？我声声质问，让陈宇的脸上闪过一抹心虚，但很快又镇定了。我们怎么对你了？我们对你也够好了呀。我们不是让你天天在家当少奶奶，什么都不用干嘛，你还要我们怎样？你嫁给我，就是我们家的一员了呀。这些不是你应该做的吗？难道要我们因为你的这点付出，每天跪着跟你相处吗？婆婆也痛心疾首道：慧珍，虽然大家同住一个屋檐下，
但是我们并没有妨碍到你什么呀，相反，我们处处照顾你，对你比对自己都好。我们掏心掏肺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，为什么你就这么嫌弃我们一家人啊？看着婆婆那一脸心寒的模样，我不禁冷笑一声，直言道：一家人？可你们根本就不是一家人啊！我这话让现场瞬间哗然，他这话什么意思？他们不是一家人吗？不知道啊，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隐情？在大家的议论声中，陈宇和公公婆婆的脸色有了一丝慌乱。这时，公公趁机开口：慧珍，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呀？陈宇就是我们的孩子啊，我们怎么就不是一家人了？难道就因为我们揭露了你冷酷无情的真面目，你就要对我们一家人下手了吗？你害死了杨洋还不够，现在还想破坏我们一家人的关系来转移视线，你的心怎么这么狠呢？公公说的理直气壮，那恨铁不成钢的样子，似是对我失望又愤恨。我冷漠地看着他，讥笑一声：我心狠。你们睁大眼睛看看，这是什么？你们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是一家人？说着，我当着围观群众和直播镜头的面，将他们几人非亲子关系的 DNA 报告呈现了出来。见状，直播弹幕不断刷屏：这儿子跟他们老两口还真没有血缘关系。没有血缘关系，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吧？对呀，我就是我爸妈领养的，这很正常啊。那他们刚刚为什么一直极力狡辩呢？现场围观的群众也对陈宇和公婆投去了疑惑的眼神。在众人的疑惑注视下，公公认真解释道：陈宇确实不是我们亲生的，因为种种原因，我跟我老婆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，这才领养了陈宇。我们担心大家会对陈宇另眼相看，所以才一直隐瞒着。婆婆也继续补充道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我们总不能见人就说自己领养了个儿子吧？况且养了陈宇这么多年，我们早就把他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了呀。有没有血缘关系，难道就那么重要吗？公公婆婆那声泪俱下、痛心疾首的模样，引得大家连连点头，望向他们的眼神中都充满了理解和敬佩。而陈宇则是眼冒凶光地望着我，厉声道：林慧珍，就算我不是我爸妈亲生的，那又怎样？这么多年，他们一直对我关怀备至，付出真心，对你和杨洋更是全心全意，毫无保留。杨洋是你亲生的，你是怎么对他的？你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，眼睁睁看着他死。闻言，墙头草般的围观群众和弹幕再次将矛头对准了我。没错呀，人家没有血缘关系，都能对自己的养子和孙子这么好，他这个亲生母亲反而冷血得让人发指。看他这一副死不悔改的模样，就知道不是个好东西。就是再怎么说，他儿子也是他的救命恩人啊，他一个当妈的害死了自己的儿子，还能这么淡定，简直不是人。不管他怎么解释，都改变不了他是个恶魔的事实。公公也深深叹了口气，摇头叹息道：慧珍，如果你是因为这些对我们心生不满，你直说呀，我们老两口可以走，可以不拖累你们，你想怎么样都可以。可是你不能把气撒在杨洋身上啊，他是无辜的呀，你真的太让我们失望了。看公公到现在还表现得如此大度，我冷笑一声：失望？我指向儿子的遗体，厉声道：真正让你们失望的是死在这的人不是我吧？此言一出，公婆的脸上同时闪过一抹难以察觉的心虚和诧异，现场众人也瞪大双眼，满脸不解。在大家疑惑的目光中，陈宇喉结滚动，故作镇定地瞪着我：林慧珍，你闹够了没有？先是害死了杨洋，
后又怪我不是我爸妈亲生的，现在连我们希望你死这种荒谬的话都说出来了。你这么费尽心机，是想把所有对你好的人全都逼死才甘心吗？有了陈宇带头，婆婆也再次恢复了那一脸慈爱的伤心模样。慧珍，这么多年我们对你的好，大家都有目共睹的呀。你平常打个喷嚏都能让我紧张半天，我们怎么可能会希望你死呢？看着他们那虚伪的模样，我掏出一份人身意外险，连巨额保险都给我买好了，还敢说不是在盼着我死？看到我手中的保险，他们三人的表情同时一变。公公第一个反应过来，故作无辜地开口：我们看别人家父母都给自己的子女买了保险，说这是一个保障，所以我们也给你买了，这怎么就成害你了？我们只是想为你做点事而已呀。婆婆也连连点头道：对呀，我们年纪大了，不懂这些，难道为你好，给你买保险也有错吗？看着他们这一脸真挚的模样，现场观众忍不住愤愤不平道：果然，坏人就是坏人，不懂感恩，没有良心，给他做再多，他都会觉得是在害他。买保险是多正常的事啊，这也能拿出来污蔑人？就是，我巴不得有人给我买保险，保障我的生活呢。为了洗白自己，抹黑别人，这件人也算是煞费苦心了。直播弹幕也纷纷怒骂我不识好歹，说我有被害妄想症，而我则是又拿出其他几家保险公司的保单。是啊，想为我做点事，所以你们把所有保险公司的人身意外险都给我买了一份，而且全是高额赔偿，受益人姓名是你们三个人。如果说一份保险是为我好的保障，那同时买下这么多保险，无疑就成了猫腻。毕竟网上杀人骗保的案例可不在少数。这下刚刚还在为他们说话的围观群众都哑口无言了。直播弹幕也纷纷表示事情越来越复杂。还不等公公婆婆开口，陈宇便迫不及待地解释道：我爸妈年纪大了，不懂这些，他们只知道尽可能做更多为你好的事。听说买保险是为了家人好，他们就把所有的保险都给你买了一份，觉得买多种保险，你的生活就能有多重保障。至于受益人什么的，他们根本不懂。谁小时候不是一夸什么菜好吃，你们的爸妈就天天做，他们老了只能用自以为好的方式，力所能及的去做最大贡献。如果这也要被曲解和诋毁的话，那林慧珍，你真的不配得到别人的好。陈宇这一番发自肺腑的话，让刚刚才有所动摇的围观群众纷纷被打动，一个个略带欣赏地看着他，点头表示赞同。直播弹幕也纷纷刷屏：有道理呀，老一辈哪有这么多坏心思啊？人家只是单纯的想对你好而已。我爷爷就是知道我爱吃红烧肉，每次我回去，他都提前做好一大锅红烧肉等我。我妈还买了好多养生茶，说等我有空喝呢。长辈的爱都是质朴的，他们觉得自己能做的不多，所以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事做满。是啊，这女人不领情就算了，还当众咄咄逼人，曲解别人的好心，太过分了。她本来就是个没良心的畜生，路过的猫看她一眼，估计都要被她踢一脚吧。可怜了这老两口，善良一生，结果差点被这畜生扣上一个害人的帽子。风向再次大转变，所有人看向我的眼神又增添恶意，而我则是直面陈宇，笑道：既然是力所能及的为我好，那为什么你们会在给我买了巨额保险之后，又雇凶杀我呢？我的坦然反问，让现场众人再次目瞪口呆，不敢置信。陈宇更是神色慌张，结结巴巴道：什么雇凶杀人？事到如今，
你还想在这血口喷人？”婆婆也皱着眉头反问道：“慧珍，我们不求你能体会我们的良苦用心，但你也别这样诋毁我们呐。我们老两口老实本分一辈子，从未做过任何伤天害理的事。你这样当众污蔑我们，是想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呀？”公公也冷哼一声，气愤道：“我算是看透了，你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。这些年我们真是瞎了眼，才会对你这种人掏心掏肺。你想洗清自己的污名可以，但你别把脏水往我们身上泼。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丧心病狂。我相信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，他们不可能听信你的一面之词。”被公公这么一说，原本神色略有动摇的围观群众瞬间坚定点头：“没错，空口无凭，大家不可能相信你这种白眼狼的话。像你这种连自己儿子都不在乎的畜生，嘴里能有真话吗？害死了自己的儿子，还想污蔑自己的老公和公婆，你这种人才是真该死！”直播弹幕也纷纷滚动，说我空口无凭，还说已经录像保留了我污蔑他人的证据，准备起诉我。见所有人都一边倒地站在了他们那边，陈宇和公婆的眼中闪过了一抹不易察觉的得意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大批警察涌了进来，我们接到报警，说这里有人涉嫌故意杀人。我走到警察跟前，认真道：“是我报的警，我指向陈宇和公婆，他们3个人买通凶手，企图撞死我骗保。”我向警察说明了所有事情的原委，并把他们买凶杀人的证据呈交了过去。见我当着警察的面道破所有，并提交了证据，刚刚还无比得意的陈宇和公婆再次慌了。现场观众和直播弹幕也开始细细思考起了我的话，看向我们几个人的眼神也变得极为复杂。警察一边接过证据，一边思索，过了一会儿，才一脸疑惑道：“既然你老公不是你公婆的亲生孩子，那他们3个人为什么合伙对你好了这么多年之后，才突然要杀你骗保呢？他们3个人这么多年图什么？”不仅是警察，现场围观群众和直播弹幕也一头雾水，大家不懂，既然陈宇他们要杀我，为什么要等这么久？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中，我坦然开口道：“因为我公婆还有个重病在床多年的女儿，就在前段时间，他们的女儿有了可以治愈的治疗方案，但需要巨额医药费，所以他们就把主意打到了我身上，害死我之后，他们就能得到巨额保费，去救他们的女儿，然后一家团聚。”闻言，现场众人纷纷叹息，原来他们还有个亲生女儿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这老两口根本就没有表面看上去这么善良啊！是啊，这不就是拿别人的命去换自己女儿的命吗？直播弹幕也直呼这个反转让人意想不到，而陈宇和公婆则是一脸震惊地看着我，显然是没想到我竟然连这些都知道。毕竟这些年他们把自己的女儿藏得很深。虽然震惊，但陈宇仍旧故作镇定地开口道：“就算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，那这跟你不救我们的儿子有什么关系呢？难道这就是你当一个恶毒母亲的理由吗？”看着陈宇到现在还一脸理直气壮的模样，我冷笑一声，讽刺道：“我们的儿子陈宇，你说这话的时候不心虚吗？你以前总说自己身体不好，所以一直劝我去做人工受精。其实当时你想的是让我做你和他们重病女儿的试管婴儿吧？”闻言，陈宇瞪大双眼，故作惊讶道：“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我虽然不是我爸妈的亲生儿子，但跟亲生儿子没两样，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？”我轻哼一声：“别装了，儿子只是你们对外宣称的幌子罢了，实际上
你和他们的女儿是青梅竹马，他们女儿生病之后，你就到了他家，跟他爸妈一起生活，一边照顾他，一边陪伴他。而我只是你找来掩人耳目的棋子而已。你跟我结婚，只不过是把我当工具，让我替你们俩生儿育女，不是吗？我的话再次让现场众人大吃一惊，直播弹幕更是疯狂刷屏。我去，原来是这样，看来这3个人真不是什么好人啊。是啊，欺骗利用别人给他们生孩子就算了，现在还想杀人骗保，这也太过分了吧。亏我刚刚还一直为他们鸣不平，现在想想真是可怕。没错，搞得大家都差点变成了他们伤害人的帮凶。在众人的愤恨目光中，陈宇咬牙看向我，所以你早就知道了这一切，也是故意不救杨洋？我满不在乎道：没错。闻言，陈宇瞬间暴跳如雷，你这贱人，竟然故意害死我和小妍的儿子，我要杀了你！说着，陈宇直接猛地向我冲来，但警察更快一步，当场把他制服。陈宇被死死摁在地上，愤恨地看着我，咬牙道：林慧珍，你这贱人，你明知道杨洋不是你的亲生儿子，还故意见死不救，你配当医生吗？你这个杀人凶手，注定要背负一辈子的骂名，你比我们任何人都该死！我淡然一笑，谁说我是杀人凶手了？话落，躺在担架上的儿子突然坐起，完好无损地站起身来，他擦去脸上的假血，然后带着灿烂的笑上前抱住了我。这一幕直接让现场众人惊得合不拢嘴，一个个又惊又怕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儿子不是抢救无效死了吗？怎么突然起来了？是啊，看起来跟个没事人一样啊。陈宇更是茫然失措。杨洋，你没事？儿子望着陈宇，直接道：对，其实我根本就没受伤，这只不过是我配合妈妈演的一出戏而已。闻言，陈宇和公公婆婆3人瞬间转忧为喜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公公婆婆激动地冲过来，想要抱儿子，但儿子却皱紧眉头，满脸厌恶地躲到了我身后，看向他们的眼神充满警惕。见状，婆婆懵了：杨洋，你快过来，林慧珍根本就不是你妈妈，我们才是你真正的家人啊！公公也带着讨好的笑哄道：对，杨洋乖，快来我们这儿。林慧珍就是个冷酷无情的坏人，你可千万别跟她靠太近了。儿子冷笑一声，对着婆婆他们高声道：我只有一个妈妈，那就是我妈。看到儿子的反应，现场的人是彻底傻眼了，直播弹幕也疯狂发问号。不是说这孩子是他们家的种吗？怎么看起来跟他们压根不熟呢？陈宇也面色阴沉瞪着我，咬牙道：林慧珍，你到底跟儿子说了些什么，竟然让他对我们这么充满敌意？我冷笑道：我能说什么？不就是把你们的所作所为都清清楚楚地告诉了他吗？陈宇死死皱着眉，思索一番后，对儿子开口道：杨洋，我不知道林慧珍跟你说了些什么，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跟着她胡闹来骗我们，但爸爸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其实林慧珍不是你妈妈，爸爸经常带你去医院见的那个人才是你的妈妈呀。婆婆也赶忙说道：对呀，杨洋，你怎么还帮林慧珍来跟我们作对呢？我们不是告诉过你，其实你是我亲生女儿和陈宇的孩子，只是从林慧珍的肚子里生出来的而已呀。你可不能被林慧珍给骗了呀。看着他们到现在还在争抢杨洋，我不禁冷声道：没错，杨洋确实是人工受孕出来的，只不过跟你们几个人都没有任何关系，他是我自己的孩子。说着，我直接拿出了我和杨洋的亲子鉴定报告。看到亲子报告上我和杨洋的母子关系，陈宇和公婆
这才彻底慌了神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当年我们跟医院都安排好了的，为什么杨洋会是你的孩子？我看着他们，淡漠道：其实你们当年的那些小把戏，我早就洞悉一切，所以你们准备的受精卵被我偷偷换成了我自己的。既然你们一家人想演戏，那我就奉陪到底。感谢你们这么多年尽心尽力照顾我的孩子。或许你们看到我对杨洋好的时候，会在心里暗自嘲笑我是个愚蠢而不自知的傻瓜，因为我也是这么看待你们一家人的。说实话，如果不是我偶然发现你们偷偷给我买了巨额的意外保险，我可能还会继续陪你们演下去。只可惜你们心肠太歹毒了，利用完我还不满足，竟然妄图要我的命来骗保。所以我买通了你们安排的凶手，再让我儿子和主治医生陪我演这么一出戏。我要让你们的罪行暴露于众人面前。我这一番话说得陈宇三人哑口无言，他们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。直到此刻，他们才明白自己精心策划的诸多阴谋，原来一直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而我这个被他们玩弄于股掌多年的妻子，其实一直是掌控全局的幕后之人。说完这些，我看向警察，警察同志，他们一家人违法犯罪的证据我都已经提交了，这件事我绝不接受任何调解，希望你们公正处理。警察点了点头，放心吧。话落，我直接带着儿子昂首阔步地离去。后来听说陈宇和公公婆婆因为多项罪名被判处入狱，由于遭受巨大刺激，他们3个人在监狱里都变得精神失常。不过这些都与我无关了，往后余生我只想和儿子安稳度日，远离奸诈阴险之人，心向光明与温暖，自由自在的幸福生活下去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